usual day. Everything seems okay. Lights in the mirror are perfect for work. Your headphones are like a shield to the silence. But what would be if you were taking a look? Oh, another chance to change is gone. There will be new ones, but first you have to find them. This is the day we don't look away from the wings of. 大家好，欢迎来到蓝图脚本的基础教学。在前面呢，我们一直都是使用 UDK 啊 ，UDK 也就是 UE3，我们可以编写逻辑的两个模块呢，一个叫做 Casement 啊，就是通过连线和节点来去做一些简单的场景逻辑，还有这个难度稍微大一点的Unreal Script 叫做虚幻脚本。那么来到 UE4 当中呢，它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一个概念，叫做 Blueprint 蓝图脚本。它的这个使用方式呢，跟 Casement 差不多，也是通过节点连线的方式，但是呢，它的功能要远远的比 Casement 丰富。除了蓝图脚本，还有就是它底层的这些 C++ 代码呢，都是开放了的，我们可以通过 C++ 做很多的修改工作，使用起来呢非常灵活。但是呢 C++ 的这个上手难度呢要比较高一些。在 Casement 当中呢，我们通常呢是面向过程的一些场景逻辑。你比如说一个可以开关的石门，或者呢是一个可触发的场景动画，都是通过 Casement 做一些简单的按照一定顺序的触发这样的一些逻辑。虚幻脚本呢可以做一些面向对象的这个逻辑的封装，以及程序的框架，还有有限的外部通信。这个外部通信呢，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 Excel 表或者说一些数据库来去跟我们的游戏程序连接使你的这个游戏功能性呢大大的提高。这个在 Casement 当中呢是无法做到的。那么蓝图脚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就是 Casement 和虚幻脚本的一个组合体。但是呢，你看到下面的这个箭头呢，我用的是一个较浅的颜色意思就是说，蓝图脚本并不能够完全代替虚幻脚本的功能。蓝图脚本毕竟还是通过连线，它在可扩展性维护性或者说一些调试上面的功能呢，还是相比虚幻脚本来说呢，还是要差一些，但是比 Casement 要好很多了。所以蓝图脚本可以做到面向过程的场景逻辑，以及面向对象的逻辑，还有程序的框架。C++ 呢就功能更强大了它是面向对象逻辑，当然可以，还有程序框架，还有无限的外部通信就是与其他 SDK 作为通信的话呢是没有任何限制的，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然后它的底层代码呢是开放的，如果你足够牛逼呢，你可以做出一些比如说UE5 这样的东西。好，这是 UDK 和 UE4 在功能模块上的一些对比。如果呢就我个人而言，对这4个东西做一个上手难度系数的评价，那么首先 C++ 肯定是上手难度最高的。那么如果我给它一个分数，从0到10， C++ 是10分。那么这里的蓝图脚本呢，上手难度相对来说很低是 4.5。虚幻脚本呢，首先肯定要比蓝图脚本要高一些，要低于 C++， 那么就是比如说 7.5 吧最低的就是 Casement 是3这是上手难度。那么就灵活程度来说呢， C++ 首先上手难度最高，但是它的灵活程度肯定是最高的，是10分。虚幻脚本呢要比它低一些，比如说是 8.8。 蓝图脚本5分， Casement 还是最低2分这是就我个人的角度而言，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就这个东西不要纠结。然后就是相关的教程我已经出过了最早的一个叫做虚幻脚本初级教程，还有前段时间出的塔防这个上下篇下篇呢主要是通过这个 skill form 去讲解如何去做游戏的一些 UI 菜单，以及即将发布的这个 CS Online 3部曲。第一篇呢是入门篇，第2篇是网络篇，第3篇是逻辑篇。
好，还有一个是叫做3D 横版游戏升级啊，这也是一个小游戏案例。那么其中 CS Online 当中的第2部网络篇，这个网络篇呢，6、7个小时时间啊，主要是在讲网络的这个概念，还有网络复制，还有一些优化的思路。那最主要的呢，还是通过 CS Online 这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啊，去举例说明一些常用的网络功能的实现，还有一些网络事件的同步啊。这是 CS Online 第2部网络篇。那这个东西呢，是完全适用 U14 的啊，这是这一步。然后还有就是前面刚刚出的 U14 编程教学。好，接下来呢，我来说一下本套蓝图基础教学的这个思路。首先呢，就是上手准备，然后我讲了一下关卡蓝图和蓝图类的区别。紧接着呢，就是一些界面的介绍，还有常用的节点，以实例的形式一个一个的去解析。然后就是面向对象编程的一些思路的介绍啊，这一节呢非常的重要啊，它是为后面的蓝图类做基础的啊。最后呢，就是一个通过小的综合实例来去把前面讲过的这些知识呢综合的运用一下。那么它们之间的一些占用的时间比例呢，大概是这样的。关卡蓝图比较简单，占的比重呢也是比较高的，占40%。然后就是咱们U14系列教学啊，我打算是先讲基础，然后呢再讲入门。接下来呢是一些专题，比如说 UMG 的一个专题，还有一些寻路专题等等吧。然后就是实例、案例，最后呢是商业案例。其中呢，入门实例商业案例呢，我打算以线上线下培训的方式来去呈现。有关培训还有教学的一些信息呢，大家可以去扫描这个2维码来去查看一些历史的这个消息，回复一些关键字，可以免费获得很多的教学。那么以上呢就是本套蓝图基础教学的一个概述。好，谢谢大家。